一开始说好白头终身的人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要不惜一切代价过上自己的生活？为了自己的生活，可以不给别人留一点活路，哪怕是自己的发妻。我和老公15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婆婆桂枝一早跑来我家，求我住到精神病院去，简直是老糊涂了。我人好好的，才30几，要去也是她去啊。桂枝不依不饶，小钱呐，你说女人最宝贵的是什么？妈，你缺啥补啥，我反正缺钱，我还没睡醒，牙都没刷。她摇摇头，身体最宝贵。又阴阳怪气啧嘴，女人一过35啊，那叫断崖式衰老，身子骨不结实啊，就老得更快。我感觉自己的脸瞬间黑下来。这几年我和祥子备孕失败，类似的话他没少恶心我。什么女人生育黄金期不超过30，男人永远喜欢年轻的女人，不生孩子的女人不完整，甚至怂恿祥子跟我离婚，重娶年轻的媳妇好，让他抱上孙子。管好你自己！一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我转身准备送客，桂枝却气急败坏，一把抓住我，指甲都掐进我胳膊里，疼！真的不是亲妈才下手这么狠。你说自己没疯，你还记得昨晚都干了啥？我身子一震，昨晚他一早就来闹，吵得我一时半会都忘了这事。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做了什么丑事呢。我转身冷笑，一字一句说清楚，昨晚我逮着你儿子出轨了。又一次，结婚15周年的前一天，趁老公洗澡，我用他的手机订庆祝酒店。他是医药代表，经常出差住酒店，会员等级比我高，下单更优惠。鬼使神差的，我点开了被折叠的历史订单，连续几单有点不对劲。钟点房几个大字格外刺眼。酒店类型：公司附近的情趣酒店。房型：圆形大床。预定时间段：午休时间。脑子嗡嗡作响，果然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祥子，夫妻这么多年了，有什么话摊开来说。我声音发抖，手脚冰凉。圆形大床真的那么好睡吗？不是，跟谁睡的圆形大床？我老公裹着浴巾跪在我面前，自扇耳光，痛哭流涕，承认他犯了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没有第三者，但是他去嫖了。我静静看他表演，脑子里都是过往岁月的嘲笑。10年前出轨实习生，被我发现后签了婚内财产，房子和车子都转移给我。5年前我努力备孕，他所谓的天天加班，其实是和医院护士搞暧昧，以上交了工资卡作为道歉。一次次出轨，发誓再也不做对不起我的事，发誓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宝宝。每次我都心软，想着他是我的初恋，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知不觉已经15年，才发现我的一次次退让，只让他更得寸进尺。老婆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跪着上前想抱我，我给了他一巴掌。狗改不了吃屎，离婚吧！狗改不了吃屎，离婚吧！桂枝见我不接话茬，戴上老花镜，读起自己的手机信息。我有点发愣，话是我说的没错，怎么在他的手机上？我和他私底下没发过信息啊，交流仅限于家族群。我作为女人生不出孩子，我没用，不配待在你们家。他又抑扬顿挫地念了一句：啥呀这是？这也太尴尬了吧！气氛有点微妙，我有点想笑，但在离开之前，我要杀了祥子。我的笑容凝固了。什么？桂枝继续读着。再杀死我。婆婆的眼睛从老花镜翻看上来，眼白很多，死死盯住我。你们全家，这都是你昨晚发给我的。她说。我发的？怎么可能？我确实备孕失败，活得有些抑郁，但杀气这么重的话，一听就是精神不正常。桂枝静静观察我，眼睛仿佛扫描仪，从头到脚审查我，然后举起手机对到我眼前。我愣在原地，在跟我婆婆的对话栏里，突然多出好几屏信息，污言秽语，触目惊心。我婆婆读的那几句都算是给我面子了。如果真是我发的，那我可是一整晚没闲着。可明明昨晚喝了祥子泡的安神茶，我一夜无梦到天亮，直到刚才桂枝敲门才醒。
我崩溃地打开自己的手机，结果不但发现同样的对话框，还看到微信步数里我已经占领了朋友圈。昨晚狂走2万步，真的活见鬼了！是我走的吗？在哪里走的？我的腿有点发软。这时候门禁电话响了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是老公从小区保安室打来的，我跟他对峙大床房的事，他却用莫名其妙的语气回呛我：出轨？什么出轨？你在做梦吧？祥子说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，直到半夜听到家里的门把手有响动。等他挣扎着从睡梦中爬起时，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家里出去了。大门开着，他出门开车找了我大半夜。现在他在保安的视频监控里看到我凌晨在小区梦游的画面，喊我过去确认。模糊的视频监控上，一个身穿白色卫衣、帽衫罩头的女子在小区里晃荡，形同鬼魅。监控时间显示在凌晨1点。我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身上那件白色卫衣，一模一样。所有人都不说话，偷瞄我。祥子面色凝重，婆婆开始抹眼泪，连保安的眼里也全是同情。这个女人疯了，他们一定这样想。我的嘴唇抖的话都说不出来，桂枝上前一把抱住我：别怕呀，孩子别怕，妈给你钱，咱们去治，早治疗早康复。去哪？把我关进精神病院吗？我不去，我哪里也不去。我忙推开她往后躲，撞上保安室的监控电脑，屏幕倒了，水杯也洒了。几个保安赶忙紧张地围上来，路过的邻居探头探脑：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媳妇身体有点不太好。桂枝趁机上前，一把卡住我的胳膊。她一边控制着我，一边歪着头向保安使眼色。这个女人疯了，半夜梦游，还要杀了自己的老公和婆婆。不知道是谁已经把消息散播给围观人群，连短信内容也被截图发在业主群里。我在挣扎时，看到玻璃窗里自己的影子，穿着睡衣，披头散发，神情疯狂。明白了，如果不从或者大吵大闹，就只能被硬绑上车。我死盯住祥子，第一次用低声下气的语气哀求他：老公，老公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就算我状态不好，我在家先休息几天。手臂控制不住的颤抖，活到快40岁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无助过。宝宝，这辈子我有你就够了。15年前刚结婚时，这个男人抱着我，在我耳边呢喃。我看似强悍，其实关键时候都听他的，但这次我真的不敢。我盯着这个叫我宝宝的男人看，眼里释放出求救信号：老公，救救我！我内心几近崩溃。祥子躲开了我的视线，我就像溺水的人，只抓住了一根稻草。我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这种疯癫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。钱丽，祥子说。祥子一路飙车，我坐在副驾驶上，车子往市医院的精神科开。车轮滚滚，我的思绪更是翻涌。我疯了吗？恐惧从胃里反上来，恶心想吐。这个事情总有哪里不对劲。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，我边说边掏出手机。祥子沉吟片刻，建议我康复了再联系。毕竟你妈刚做完手术，身体也不好。我黯然放下手机，他说的没错。宝宝，相信我。在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时，祥子伸手捏了捏我的肩膀，让我放松。医生给你开点药，治疗好了，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他落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，还是我喜欢的修长和好看，还带着我们的婚戒。那只手从我肩膀抽离，回到他的耳边，不自觉地摸了下耳垂。那个瞬间，我的脑子轰的一响，突然就炸了，好像被人掐住脖子，喉咙里喘不上气。摸耳垂，祥子撒谎时心虚的小动作。结婚15年，我早就了熟于心。右耳垂的脸颊边有一小块皮被擦破，一个小尖角的形状。那是昨晚我刮他大耳朵的时候，指甲在他的脸颊旁边留下的。正面照镜子看不出来，但打完以后我就发现了，还心软了1秒，要不要给他找创口贴？那处破皮还在，证明昨晚我的记忆是真实的。他确实出轨了，但他不承认。所以还有什么是假的？我转过脸，装作看窗外的风景飞逝，强迫自己思考，
争分夺秒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认得自己的步伐，刚才只是被吓懵了，不敢确定。那件白色卫衣是我的没错，但衣服下游荡的女人并不是我。视频可以伪造，微信聊天和步数就更不用说了。只要趁我睡熟，解锁我的手机就可以。有人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这个人可能还不止一个。我婆婆不知道有没有参与，祥子，我老公，很大可能就是主谋。至于我为什么会睡死，我想起了祥子给我泡的安神茶，不寒而栗。他可以趁我睡熟，操作手机，伪造步数。那个假装我的女人，跟他一定也有关系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目的是什么？视频里的女人又是谁？停车！我的声音尖利得不像自己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的老公不是带我去看病的，他要把我关在那里。我不要在疯人院里穿着束缚衣度过余生。手握方向盘的祥子仿佛耳聋，对我的叫喊不理不睬。我看到他脸颊的肌肉鼓起，他在咬紧牙关，内心在挣扎。祥子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信息，有人在操控他。我开始哭着求他把车先停在路边。我说我不舒服，想上厕所。我说我爱他，不管怎么样也不会跟他离婚的，毕竟我们是彼此的初恋。我开始拧动门把手，希望可以离开这个移动的牢笼。战栗和眼泪一起翻滚。和祥子对视的时候，他的眼里划过一丝悲伤。方向盘往右转，向右边车道靠近。我的心随着车身向路边靠近，也一点点落下。突然，又被人抓起，狠狠砸在地上。就像我们的车在祥子踩下油门后，直接对着路边石墩撞去。我坐在右边，眼睁睁看着金属车厢在撞击中鼓起一个三角，朝我扎来。车玻璃在我眼前碎开，像下了一场小型冰雹。血雾模糊了我的视线时，残存的意识里感知到的是身边男人解开安全带，打开车门，大喊着：“精神病人劫车了！”2021年3月21日是我和祥子的结婚15周年纪念日。那天我婆婆一早来我家，告诉我疯了。我老公开着车带我去医院，路上调转方向盘，想要杀了我。我没死，但醒来已经是1个月以后的事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4月的桃花开得盈盈灼灼，雪白一片的房间里却异常冰冷，身边没有一个人。挣扎着起床，才发现手脚都被绑在床上。低头一看，身上发黄的被套印着鲜红一排字：琼海市第1精神病院。空荡的墙壁已见斑驳。走道上有人在大声唱歌，声音像在哀嚎；还有人在狂笑，声音像野兽。地上你妈的臭嘴！随着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有棍子打在身上的闷响。唱歌的人应该是倒下了，肉体撞击地面的声音砸在心上，然后是被人拖着走的窸窣。心惊肉跳，砰一声，门被推开，我下意识地往下缩了缩身子。一个神情冷漠的护士进来，全程漠视我，仿佛我是一块石头。1815号床吃药。护士发出命令，终于和我目光对视了1秒。你醒了？那你可以自己吃了。我告诉他自己没病，不会吃药。去跟医生说。他冷冰冰丢下一句话，就去往另一个病房。医生比护士更冷漠，他只解释了我为什么会来这里。精神病的前科，加上犯病时劫车危害公共安全，属于病情严重且有社会危害，以及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，家里人提出申请，同意接我回去的时候。你说的话在这里都不算数，只有你家里人提出了，我们才会走流程。医生的脸很黑，背影挡住了阳光。最近2个月你家人打的钱少了，我们要把你从单人病房转出去。求求你了，医生。我没疯，这里所有人都说自己没有疯。我能给家里人打电话吗？只有你家里人同意你才能用电话。我只要打1个电话就好，打给我妈，让她接我出去。所有的安排都要家里人同意，我们才能照办。绝望的死循环。家里人是掌握我命运的老公和婆婆，我妈一定还被蒙在鼓里。说是精神病院，
更像是收费看守所。除了喂药和注射安定剂，这里的医生、护士和病人没有任何交流。我的手脚都被绑出血痕，松绑以后唯一的活动是所有病人排成一队，在医务人员的监视下，绕着围墙边转圈，没收手机，与世隔绝。不服从就要挨棍子，一圈又一圈，直到头脑模糊，失去希望。2个月后，我被转入8人间的病房，在一片喧闹荒诞中躺成了一棵植物。有一个缺了门牙的女人对着我笑，笑容渗人，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她举着一面破镜子要我看自己，我看到了。刚拆完纱布的我，额顶头发少了一大块，应该是连头皮蹭伤一起没的。我的脸还青一块紫一块，脸颊下一条深深的伤痕，像是在微笑的嘴。厌恶地转过脸，隔壁病床的一位老人在睡梦中呻吟，嘴里喊着妈妈。我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，眼泪是目前最没有用的东西。但是第2天护士查房时，发现那位老人已经在夜晚去世，把隔壁病床腾空时，我还是哭了。一种绝望的窒息感告诉我，我也会老死或者病死在这里。我躺在床上不出声地哭，旁边有个疯女人举着镜子照着我笑。这时有护士叉腰站在门口，让我们闭嘴。然后他走到我的床前，给我解束缚带。你有家属来探望。心脏在一刹那因为狂喜而几乎骤停，很久没有正常活动。走道里，我的步子歪歪扭扭，像踩在棉花上，犹如梦中。将近3个月了吧？是谁来探望我？一定是我妈妈，她动好手术，第一时间就来找她的女儿了。我想第一时间冲进我妈的怀抱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推开门的一刹那，我只看到一个被玻璃隔断成2半的房间，玻璃的另一边坐着的却不是我妈，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。我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，但是房间门在身后被干脆地关上。对面的女人用像招呼狗一样的手势招呼我过去。她穿着我衣橱里最贵的一条连衣裙，戴着我首饰盒里平时不舍得戴的项链和耳环。初次见面，潜力，她站起身，往我这边走了几步。我看到她走路的姿势，脑子里那种嗡嗡作响的声音又出现了。是她？初次吗？我想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你。我捏紧拳头，指甲嵌到肉里。她是监控视频画面，藏在我的卫衣下，伪装我的那个女人。女人耸肩，撇撇嘴，算是承认了。让你来这，是他们的主意，我只是配合他们。他们是谁？我声音发抖。对方笑起来，你是装傻还是真傻？女人用涂着精致指甲油的手，像展示一件战利品般，抚摸着隆起的肚子。这么说吧，你婆婆想，孙子都想疯了。你断了她家的香火，她对你恨之入骨。抹了口红的嘴唇一张一合，继续说着，而我怀孕了。祥子很爱我，我们经常中午的时候在一起。圆形大床房被你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提前实施计划。你对男人可是够狠的，房子车子都在你名下。按照婚后协议，你发现了他出轨，他得净身出户。钱都在你那儿了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原来如此，是为了钱。精神病人入院以后，他的财产就能被家人支配了。放我出去，钱我可以给你们。我说，要么还我手机，我现在就转钱给你。自从车祸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手机。对方摇摇头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扣在桌子上，指甲点点。这是我原来钱包里的银行卡，里面是我们家所有现金存款。告诉我密码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女人盯着我看，眼睛里有万丈深渊，我再也不敢跟她对视。密码是祥子的生日，小声说出这句话时，连我自己也觉得嘲讽。女人干笑一声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纸，隔着玻璃窗口递给我。一张薄薄的盖着章的死亡证明，上面是我妈妈的名字。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比较好。女人踩着高跟鞋扭身离开。我的牙齿在站立中咯吱作响，在泪水中看见，在她开门的瞬间，一个男人探头探脑的身影。是祥子，他来了，但不敢见我。
那天在车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中午吃饭时，我盯着盘子看。我妈手术完那会儿，我想把她接到我家休养一阵，我婆婆不让。她说女人要有主心骨，嫁到老黄家就得以这边为重。我跟黄祥大吵了一架，我妈怕我受委屈，说什么也不肯来我家给我添乱。我们娘俩一直都是那种很怕发生冲突的人。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我确定是我害死了我妈，因为我的软弱无能。饭我一口没吃，只是一直盯着盘子看。我想偷藏一个盘子到衣服里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敲碎。瓷片的边缘应该可以割开动脉吧？这个想法太迷人了，我的手忍不住伸向一个盘子，衣袖却被人扯住了。妈妈，然后听到有人喊我妈妈。脏兮兮的小手拽住我的衣袖，低头却迎上一个小女孩干净的眼睛，澄亮如夏天的天空。如果当时没听祥子的话去做流产，我的女儿也有这么大了吧？我心里一颤，说不出是惊喜还是绝望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我说。不，你就是。女孩摇着头，羊角便跟着动。那边是爸爸和奶奶，顺着她的小手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在对我笑，清瘦但面容矍铄。另一位中年男子衣着狼狈，正低头喝汤，感觉到女孩指着他，无奈地耸肩。老妇人走到我身边，把女孩揽在怀里。这孩子眼光好呀，把我们3个人给挑出来了。挑，我喃喃。你这里是不是好好的？老妇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我们也是。精神病院里的人不缺故事，尤其是没病的那些。老妇人姓贾，让我叫她贾姨。贾姨无儿无女，靠在村子里给人算命，求一口饭吃。因为无意中说漏了村霸的秘密，被人陷害关进这里。贾姨说，她怀里的这个小女孩叫小芍药，小芍药不是她的亲孙女。女孩命苦，无爹无妈，带着遗产寄人篱下，亲戚收了钱以后却不想养她，找了个黑心医生开了假证明，就给她送到这里。至于那个在角落里喝汤的落魄男人，叫八子。八子是自己要来这里的，他说这里比在外面待着舒服。吃完饭排队走的时候，小芍药牵着我的手，一只手又去够八子的。八子的表情很丧，低着头，但他也没甩开女孩的小手。我们就这样手牵着手，绕着圈在围墙下走，阳光晒在头顶上，看上去还真像一家人。小芍药是个乖巧的孩子，除了看到围墙外上学的学童经过时一闪而过的落寞，大部分时候他的脸上都挂着安静的微笑。晚上我旁边的空床上搬来了新的病人，正是小芍药。妈妈，晚安，他对我说晚安，亲吻我之后乖乖盖好自己的小被子。从那一瞬间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想过死这回事了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场火，在睡梦中被着火了的尖叫惊醒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查看身边的小芍药。浓烟中，一个身影披着浸湿水的毯子冲进来，一把小芍药抱进怀里，毯子扔在我们头上，跟我走。来人是八子，神情坚毅，与平日里判若两人。火从东门燃起，火舌舔舐着墙壁，印出医院人员忙碌救火、病人惊恐乱奔的影子。我们3人像无声的幽灵，逆着人群绕到无人的西门。贾姨已经收拾好东西，在此等候。门开着，门外停着一辆车，我恐惧地停住脚步。半年前祥子开车调转方向盘的那一幕又浮现眼前。犹豫间，八子已把小芍药抱上车，贾姨拽着我也坐进车里。车轮加速，将着了火的疯人院抛在远处。爸爸，我们去哪里？小芍药还没睡醒，迷迷糊糊中发问，又很快睡着。回家。八子声音温柔，你已经到了要上学读书的年纪，那里已经不再适合你了。然后他压低嗓音跟我们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和我被送到这里的原因一样，八子来此也是因为钱。关于家族遗产的很大一笔钱，遗产争夺战他落败了，为避风头，自己谎称有病，找人安排住进精神病院。
假装疯子，一方面是为了让竞争者放松警惕，另一方面也安排律师继续私下活动。现在他已经争取到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，小芍药也到了要上学的年纪，不能再继续待在那种鬼地方了。光救小芍药出来还不行，他不能没有妈妈和奶奶。这个男人说：“现在你自由了，可以选择离开，也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，继续当小芍药的家人。”八子看着我的反应，小芍药需要妈妈。贾姨说：“就因为这孩子把我们当成一家人，我们几个身上还穿着病号服，虽然已经逃出了疯人院，但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很疯狂。你以为联系所有家庭的都是血脉吗？”八子说：“不幸的家庭里只有利益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问，是不是你找人安排放的火？”“我保证没人会在火灾里受伤。”八子回答。“我保证。”“不！”我打断他，“这场火灾里没人受伤，但必须得有人死。”白色花圈，清冷的灵堂，殡仪馆里最便宜的吊唁厅。桂枝身穿黑衣，却红光满面，收到前来吊唁人的白饰礼金时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祥子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恍惚，直到那女人把一个哭闹的婴儿塞进他怀里，才仿佛有了定心骨。我让八子花钱找人出讣告的假消息，然后让精神病院的人给祥子转交了一个骨灰盒。没想到他们这么迅速就给我办了葬礼。贾姨代表女方亲戚给我婆婆送上一封白事礼金。虽然此前从未谋面这位远方姑婆，但桂枝捏着装满100元大钞的厚厚信封，还是立马对贾姨的身份深信不疑。看到贾姨一身素衣，质地高级，又听说她是当地金融圈里隐秘的风水大师时，桂枝更是对她倍生好感。仪式结束，吃饭的时候，桂枝拉贾姨坐在她身边，急不可耐地求她给自己算一卦。只看一眼掌纹，贾姨就准确报出她的生辰八字，人生几次大起大落，桂枝啧啧称奇。贾姨当然知道桂枝的信息，都是我提前告诉她的。有了这些铺垫，贾姨在给她算出祖屋东南墙角有财运时，桂枝已深信不疑。葬礼一结束，她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儿子开车回乡下老家。果然在几乎荒废的老屋东南墙角，挖出了一个小木箱，箱子里装着现金、银元和一块金表。这是八子友情赞助的，但桂枝只觉得是遇到了贵人的指点。她专门郑重宴请贾姨，把儿子和孙子也带了过去。贾姨给孩子包了个红包，故意问道：“这不是小钱的娃娃吧？我给他算过，他生不出孩子的。”桂枝的脸一下子通红。都是一家人嘛，谁都想留个后。小钱知道你们有后了，也会开心的。贾姨故作善解人意地说，要桂枝把新媳妇带来。那个女人诚惶诚恐地来了，桂枝热情介绍。通过贾姨的转述，我才知道了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。梁博，30岁，是精神病院的医生，和我医药代表的老公有业务往来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勾搭在一起。八子出钱请调查公司暗地里了解这个女人的情况，挖出好些黑料。仗着精神科大夫的便利，收了像我老公这样的医药代表不少的回扣。更恶心的是，为了钱也出过一些颠倒黑白的精神诊断书的活，把好几个无辜患者送进精神病院。我和祥子夫妻缘尽的那一天，车里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来时，祥子跟我说：“宝宝，相信我，医生给你开点药，治疗好了，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”当时还以为是枕边人的安慰，谁曾想那个开药的医生姓梁。意识到我识破诡计，祥子在手机上跟他对话之后，临时调转车头，制造精神病人劫车的车祸，完美的以危害社会安全的罪名把我送进了疯人院。八子把调查细节告诉我以后，我半晌没吭声。想哭就哭吧，孩子。贾姨说。我不想哭，我只是想不明白。我说，不明白这个女人看上我曾经的老公哪一点。她那天来医院找我，问我要密码，说明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的人。我们家没多少钱，我醒悟得太晚了，很多事情搞不明白，白活了30多年，看不清人心险恶。
又性格软弱，一次次原谅渣男，以为委曲求全能换回幸福。好在那个我已经死了，现在重生的我唯一确定的一点，就是我要报仇，对他们一个接一个。找人举报梁医生，收受贿赂，开假诊断，对病人造成严重伤害，2项违法行为都是写在刑法里的。同时找人联系受害者，要求民事赔偿。那是一大笔赔偿款，之前的积蓄加上桂枝的养老金可能都不够。梁博很快被拘禁，桂枝慌忙不迭地找贾姨求助：“我媳妇不能被抓走啊，孩子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呀。”桂枝痛哭流涕，拿出一大叠钱请贾姨算卦。贾姨接过钱，数了数，只抽了一张当桂枝的面烧掉，剩余的塞回桂枝手里。桂枝目瞪口呆，花钱消灾，贾姨跟她说：“该赔赔，多赔点，才能逢凶化吉。”于是黄祥家的积蓄和桂枝的养老金都赔光光。桂枝哭天喊地，像是被剐了心头肉。但她很快也没心思再哀怨，因为传闻儿子也被人举报行贿，可能也要接受调查。走投无路的她再次求助贾姨，这次是邀请贾姨来家里。贾姨一进门，看到的景象是祥子萎靡不振，一脸愁容，桂枝蓬头垢面，一个人憔悴地照顾婴儿。受苦了，受苦了，贾姨感叹着说。毕竟是亲戚，贾姨给桂枝塞了几千块，给孩子买奶粉。桂枝哭得情难自已，扑通一下跪在贾姨面前：“大师啊，这次可得帮帮我们，救了我儿，你就是我家一辈子的恩人呐。”贾姨假装沉吟片刻，环顾四周，立即变了脸色。她甩掉桂枝的手，站起身来，语气坚决：“这个家不能再住了。”啥？桂枝和她儿子都懵了。有脏东西。贾姨告诉他们，之前一帆风顺，最近却颇多不顺，原因就在这个屋子里。屋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可能是医院的媳妇带回来的。我就知道那个女人是丧门星。桂枝气得大骂起来，事到如今，她再也不愿承认要进监狱，害自己赔光家产的女人是自己的家人。要想逢凶化吉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在屋子里办个驱邪仪式。要找2个阳气壮的男人，贾姨可以提供1位，还有一个得桂枝的儿子黄祥自己补上。桂枝他们吓得连夜找出租屋搬了出去，留下原本就在我名下的房子。事发突然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办理过户。不过我不急着住进去，我回来是为了复仇。暴雨来临前，空气闷热潮湿，楼道里响起脚步声，犹犹豫豫。钥匙插进锁孔，开门后进来2个男人。就咱俩吗？提问者是我前夫黄祥。贾姨说必须得是男的，他不便出面。回答者是这幕戏的扮演者之一，八子。按照计划，八子领着黄祥坐在地板上，给自己戴了一个黑色头罩，只露出眼睛，然后给黄祥也戴了一个。屋子的4个角点上蜡烛，关灯，开窗，放下窗帘。风吹起窗帘，窗帘一下一下拍打着窗框。八子叮嘱说，做法不能开灯，不能出声，否则会引来其他更邪门的东西。隔着门缝，我都能看到黄祥这个怂人在发抖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按下播放键开关。恐怖片里小孩的哭泣声断断续续，在黑暗里牵扯着神经。窗外响起另一种类似婴儿的啼哭声，但更怪异。砰一声，一只黑影从窗帘处猛窜进来，正落在黄祥的身上。啊！黄祥条件反射的惊呼，被八子捂住嘴。你他妈疯了吗？叫你别出声！八子恶狠狠地说。从窗口跳进来的是我们提前放在窗角空调外机上的黑色野猫。黄祥坐在地板的位置，在关灯后被八子偷偷撒了一把猫粮。他戴的头罩上涂抹了猫薄荷，这些黄祥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破纪了，自己发出声音了，会引来其他脏东西，于是更加胆战心惊。身穿白色裙子、披头散发的小芍药接着出场。他无声地从小卧室里走出来，那个房间曾经是我梦想中的婴儿房，可惜后来放的是别人家的婴儿。
黄翔当然注意到了小芍药游荡的身影，他咬紧嘴唇，拼命摇晃八子，提醒他去看那个鬼影。八子看过去，但是假装什么也没看到。他疑惑的表情更让黄翔抓狂，确信自己看到的是鬼。那个鬼娃慢慢的走了过来，吓得黄翔腿脚发软，做着连连后退。鬼娃趴在八子身上，眼睛看着黄翔，对他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。黄翔用2只手捂住嘴，浑身剧烈颤抖。房间里一片死寂，只听到他大口大口的喘气声。鬼娃的小手在八子胸前翻找，八子突然惨叫一声倒下，身下溢出鲜血，在地板上流淌过来。黄翔又往后退了几步。啊，你不要过来！八子假装现在才看到鬼娃的样子，跪着往门口爬，身下划出一条血迹。鬼娃咯咯笑着，虽然在夜晚听起来有些悚然，但他是真的开心，因为之前我们跟他说过，小芍药，咱们做一个找爸爸的游戏，到了就把这个红颜色包捏碎。游戏的过程里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哦，走路也要轻轻的。嘘！黄翔连滚带爬的跟在八子后面逃生，门被风带上了。他哆哆嗦嗦想要开门，却把门从里面反锁起来。是时候该我上场了。穿着精神病院的那身病号服，披头散发。这么多天，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男人。鬼，你是不是鬼？黄翔已经吓得魂飞魄散，瘫坐在地上。我慢慢走过去，质问他：我妈是不是你们害死的？不是，是他知道你住院的消息后情绪激动，一时没挺住。谁告诉他的？不是我，是我妈，是我妈呀！说着，黄翔似乎又像想起了什么，把你送去精神病院也是我妈的主意，我不该听她的。老婆，你别怪我呀。他这个时候喊老婆，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我从他身边绕过去，够门把手放八子他们进来。原本的计划是我们2个人把黄翔绑起来，狠揍一顿。然后就在我经过他身边时，一双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脚踝。那双手狠狠一发力，我的双脚被牵扯着离开了地面，身体不受控制地砸向地板，浑身骨头散了架般的疼。门外传来八子转动门锁的声音，他在喊着什么，但是我已经开始耳鸣。眼睛里的世界只剩头顶移动的天花板和黄翔那张变了形的脸。你以为我真的信了你们这些装神弄鬼的？黄翔狞笑。我进屋之前就开始怀疑了，果然是你。现在只剩我们夫妻2人了。原来门是他故意反锁的。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的嘴唇磕破了，口腔里都是血液的味道。我死也不会再向他求饶。就凭你？黄翔摇头。他知道我是一个连小强也不敢踩扁的女人。你已经死过1回了，你不该回来的，回来破坏我的生活。一开始说好白头终身的人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要不惜一切代价过上自己的生活？是从知道我们没有孩子那天起吗？还是从桂枝一遍遍说服他跟我离婚的时候？是因为后悔把财产都给了我吗？还是为了那个孩子，他的儿子，还有他年轻的新妻子？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，为了自己的生活，可以不给别人留一点活路，哪怕是自己的发妻。你已经死过1回了，你不该回来的，回来破坏我的生活。黄翔已经气红了眼，他拖着我往阳台走，我死命拽着阳台的柱子，不让他把我拖过去。挣扎间，他手一滑，整个人往后一坐，撞上阳台的玻璃墙。趁此机会，我连忙挣扎着起身，跌跌撞撞向阳台另一边的花房跑去。花房的阳台没有做封闭，10年前装修的护栏已经破旧。要不要翻下去逃生？可是1楼的院子铺了水泥，跳下去伤了腿脚，反而更容易被黄翔以精神病诬陷。慌乱中，我找到一把园艺铲子，连忙握紧举起。一道闪电划过，黄翔的脸出现在阳台，凶神恶煞，形似恶鬼。看到我的铲子，恶鬼咒骂了一声，噔噔奔向厨房。我听到了厨房里菜刀刀具的叮当声。1秒2秒，我已经退无可退。雨水浇在身上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手臂摸到栏杆的锈漆，
稍一用力就整块扣下。我突然浑身一激灵，10多年的护栏暴露在户外，雨打风吹。之前让黄翔找人维修，他一直爱答不理。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黄翔举着刀冲过来时，天边一道惊雷划过。在此之前，我抽掉了花房的防滑布。在他冲过来的一刹那，我侧身躲开，但是将近200斤的黄翔停不住，滑倒的整个身子压在护栏上，咔嚓一声，护栏断成2截，像跷跷板那样轻微弹了一下，就干脆朝着被压折的方向断裂坠下。菜刀在夜幕中划过一道弧线，掉进围墙外的泥土里。中年男子则直直坠下，像一袋土豆冲破雨帘。巨响之后，阳台上只留下一只男士拖鞋。梁博判决结果下来那天，我去了桂枝家的老房子，周边已是一片荒地，能搬走的都搬走了，实在没钱才会住在这里。敲门，门被打开的刹那，桂枝看到我的眼神像是看到了鬼，嘴唇剧烈地哆嗦着，和我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天一样。屋梁上结着蜘蛛网，屋角一团凌乱的被子里，黄翔躺在里面，嘴角歪斜，流着口水。从2楼摔下去不算高，不过他是头先着地，伤了神经，基本丧失自理能力。桂枝的怀里还紧紧抱着那个孩子，孩子1岁多，喂养的白嫩，桂枝的脸相比之下看上去更老了。这是我们祥子的儿子，我们老黄家的血脉。看到我的目光落在孩子身上，桂枝提高音量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我把梁博的判决结果递给他。有好几年的时间，这个偷穿我衣服的女人都只能穿监狱服了。恶毒啊，恶毒啊你！桂枝咬牙切齿，声泪俱下。我儿子是不是你害的？我媳妇是不是被你送进监狱的？我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我只是个疯子，一个不再心软，一个一个解决你们的疯子。你会遭报应的。”桂枝诅咒我：“难怪你生不出孩子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的。”听他说出这一句，突然好像一阵风吹过全身，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，一股气流从体内升起，深呼吸也憋不住。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，不顾他受惊吓的目光，笑出了眼泪，笑得眼前世界颤抖，笑得无法停止。我要告诉他一件事，这是我的最后一步复仇。我和黄翔生不出孩子没错，但问题不在我们不该流产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本来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。但黄翔听了他妈的话，测出我怀的是个女婴后，就一再劝说我把胎儿流掉。我恨那时没有主见的自己，但我不后悔流产，这家人不配有孩子。之后我们一直无法怀孕。我和他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是我朋友，他私下告诉我，祥子的精子有问题，属于中年早衰的那一种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很难好转，这辈子基本不会有亲生子嗣。那时我心软，怕伤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，对他和桂枝都隐瞒了实情。我告诉他们，问题在我，谁知却被一伙恶狼扔进了精神病院。天道轮回，谁又能想到黄翔出轨还会被人戴绿帽子呢？身为医生的梁博心高气傲，缠着黄翔只是找他做接盘侠。我和八子找人测过，这孩子跟黄翔毫无血缘关系。当年我的一时心软，没想到却成了给他们最大的报复。桂枝紧紧搂着那个男娃子，像搂着他人生唯一的希望。这次我来，就是要亲手把他的希望撕得粉碎。我的手里攥着一张亲子鉴定书。然而，在我伸出手的一刹那，那个婴儿突然也向我伸出手来，软软的、柔嫩的小手，摸到了我的手背，手背像触电一样，电流划过全身，大脑突然一片空白。桂枝连忙把孩子的手拽了回去，还嫌弃地用手帕给他擦了擦。孩子却还在对我笑，没牙的笑容毫无防备。没办法，我又一次心软了。亲子鉴定在手里捏了又捏，最后还是塞回口袋。孩子是无辜的，婴幼儿还毫无生存能力。现在揭穿真相，我不确定桂枝会不会抛弃他，还是等他大一点再说吧。10几年后，或者桂枝自己也会有发现真相的那一天。迟到的真相
错误只会更痛。我轻握住那孩子的小手，温柔地跟他说了再见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走出低矮的楼道时，蓝天豁然开朗。此刻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去接我的女儿小勺要放学更重要的事情了。